美国参议院第8次投票再次失败了，49票赞成，45票反对，离60票的门槛还差得远。美国政府停摆已经15天了，两党还在互相拉扯。这件事的影响呢，不仅仅是政治闹剧。共和党坚持只延长政府拨款7周，不做任何额外的改变；民主党则要求永久延长医保补贴，逆转 Medicaid 医疗补助的削减。结果呢，就是谁都不肯让步。第8次投票又凉了。在这里，我要提醒一句啊，在美国呢 ，Medicaid 医疗补助和那个 Medicare 它不是一回事儿。Medicare 主要面向老年人，大于等于65岁和部分残障人士，有点类似于老年医保。但是 Medicaid 医疗补助是美国联邦和加州政府共同资助的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项目，主要是为低收入人群、残障人士和部分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Medicaid 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，类似于低保医保或者是贫困医疗援助。这是这次拨款谈判卡壳的重要焦点之一。共和党呢主张削减开支，民主党则希望恢复补贴。众议院放假，参议院僵持，国会在玩胆小鬼游戏，而议员们依然按时领工资。但是数百万联邦雇员却被迫无薪工作，或者干脆休假，工资被冻结。这也是为什么民意正在持续的积压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停摆直接把美国 CPI 通胀数据给拖没了。原本应该在10月15号公布的 CPI 被迫延后到24号。美国劳工统计局这次呢，专门为社保、生活成本调整才紧急恢复这份报告。其他的经济数据呢，依然在停摆当中。这对美联储来说呢，依旧是信息断档。你可能会问了，推迟 CPI 有多大事儿呢？美联储10月29号啊就要召开利率会议了，他们一直强调数据依赖，结果呢 CPI 晚了9天才会出，那就等于是他决策的关键指标呢突然会断档，市场预期和波动全被打乱了。与此同时，特朗普还在停摆期间呢启动了永久裁员 RIF， 并且放话周5要公布一批民主党项目砍掉清单。政治对抗、财政收缩、数据延迟这3件事的叠加，让接下来2周的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在我看来呢，这次停摆已经从政治僵局演变成财政和货币的双重扰动。真正的拐点可能要等24号的 CPI 出来，或者某一方先松口。那你觉得这次停摆会持续多久呢？会不会像2018年那样拖上1个多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。